朋友们，因为我是广西人，而今天这个话题又与广西有关，所以咱们就来说一说啊。这几天有一张照片在国际媒体上悄然流传，没有特别高的讨论度，但我觉得它很值得说。越南最高领导人、党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玲坐在一节白色高铁车厢里，窗外是华北平原飞速后退的风景。这不是什么旅游打卡，这是外交。苏玲这次访华4月14日到17日4天，路线很讲究。14日到北京参观清华大学，顺路坐高铁去雄安新区转了一圈，来回大约2小时，坐的是高铁啊。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习主席见面。16日坐高铁从北京一路南下10个小时，直抵广西南宁，就是那个跟越南隔着一条界河的广西首府。17日从南宁乘专机飞回河内。朋友们，10个小时，北京到南宁，中国高铁，这个安排不是巧合，是精心设计的一句话。你看，中国能做到什么？那么朋友们，苏玲是谁？他4月7日刚刚被越南国会选举为国家主席，完成党政合一，同时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。越南60年来罕见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他一个人身上，这种权力结构跟习近平的模式高度相似。路透社的评论说得直接，苏玲的权力整合方式越来越像北京那一套。当然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啊。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，不是华盛顿，不是东京，不是布鲁塞尔，是北京。这选择本身就是信号。再看大背景，越南是被美国对等关税打得最重的东南亚国家之一，中越之间的贸易去年创下历史纪录，达到2560亿美元。但越南对华贸易逆差2026年第一季度同比暴涨 34.4%， 达到333亿美元。越南有1/3左右的外贸依赖美国市场，但特朗普上台之后，美越关系急转直下，墙倒众人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哪扇门是开着的。苏玲去北京不是情谊与中国有多么深厚，是地缘棋局下的理性选择。那么那10个小时到底看了什么？10小时从北京坐到南宁，这段旅程的设计逻辑在于南宁是什么地方？南宁是广西首府，南宁跟越南共享漫长边境线，从广西往南一路到友谊关，就是中越边境口岸了，过了关就是越南的谅山省，再往南就是河内。也就是说，苏玲坐的这趟高铁是从北京出发，沿着未来中越铁路可能的走向，一直坐到边境附近。这不是旅游线路，这是一次活体演示。你未来的国际铁路网可以长这个样子。那去雄安的2小时呢？雄安是习近平推的未来之城，汇聚了中国最新的城市规划理念、智能基础设施和高铁技术展示。带苏玲去那里参观，潜台词是：这是我们给你看的，不只是钢铁，还有整套城市基础设施逻辑。但是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说越南铁路的困局，一个被折腾了10几年的大问题。要理解这次访问的真正核心，必须先搞清楚越南自己的铁路问题有多棘手。越南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，从河内一路到胡志明市，全长约1700公里。问题是，这条铁路是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米轨啊，也就是轨距只有1000毫米，比国际标准轨1435毫米窄了将近一半，最高时速不超过90公里，经常还跑不到那个速度。从河内到胡志明市要坐30多个小时。2024年底，越南国会终于批准了南北高速铁路项目，全长约1500公里的标准轨高铁，设计时速350公里，项目总投资估计超过670亿美元，这是越南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，没有之一。这条线要建，但拿谁的钱，用谁的技术呢？越南谈了10几年，踢皮球提出了一个经典外交困局。当初日本技术好，但谈崩了。日本一直是越南铁路领域的老朋友，援助了不少项目，也一直希望越南选新干线技术。问题在于日本的要价不便宜啊，而且技术转让极其保守。
新干线有一套严格的运营体系，维护成本高，零部件依赖日本供应链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不希望核心技术真正转让给越南，因为越南可能很快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。谈判一拖再拖，日本方面无法满足越南提出的本土化率和技术转让要求。那么接下来日本不行就看欧洲呗，欧洲看谁呀？一般就看德国了。德国呢有技术，但贷款条件和施工能力跟不上。越南的河内到下龙湾铁路项目约160公里，实际时速350公里。据悉，在考虑引入德国西门子技术，采用国际标准轨1435毫米。这条线被视为越南高铁技术路线的试验田，但欧洲的问题在于，贷款利率不如中国政策性银行优惠，施工周期估算明显偏长。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效率，我们知道德国人的效率，而且西门子高铁产品的本土化生产几乎不可能在越南实现。越南希望不只是买一列火车，而是学会怎么造火车。那么我们就谈到中国，中国的底牌已经在铺路了。在越南南北高铁这张大牌还悬在空中的时候，中国已经在越南铺好了一张低调的底牌——朴素铁路。目前中越之间有2条重要的铁路合作在推进。第一条，河内到老街的标准轨朴素铁路，这条线连接越南北部与中国云南省的红河州。中国这边已经有了昆明到河口的窄轨铁路，河口呢是中越边境口岸，现在要升级成标准轨铁路，并且延伸到河内，时速约160公里，定位是货运为主，兼顾客运。未来这条线打通，昆明到河内可以实现铁路直通。第二条，同登到河内的标准轨铁路，同登靠近亮山，是广西方向进入越南的主要陆路口岸。这条线打通后，从中国广西南宁到越南首都河内，铁路直达成为可能。2条路，一条对接云南，一条对接广西，恰好是苏林这次坐高铁的2个方向，去雄安看未来，去南宁看边界。这不叫巧合，这叫外交叙事。这里还补充一点，其实到去年年底，中国方面的高铁已经铺到了中越边境，一个是到广西的崇左，一个是到广西的东兴，东兴一河之隔就是越南了。所以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中国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就看你越南了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苏林这次访华签署了32份合作协议，明确提到铁路的有铁路可行性研究协议以及铁路相关人才培养协议。中国外交部的联合声明用了一个词，新的亮点。铁路合作是中越关系的新亮点。还有一句话被仔细放进去了，中方将引导企业参与越南铁路建设项目。注意这个词引导，不是承诺，不是成见，是引导。中国国资委和法改委的惯用语言体系里，引导往往是谈判的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此外，越捷航空签了从中国上海浦发银行旗下的融资租赁公司租入10架中国商飞 C909 支线客机的协议，飞机也是一个信号。技术进入越南市场，从铁路到天空全线铺开。但是越南到底在怕什么呢？那就是边缘化焦虑。东南亚国家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地缘焦虑，被铁路网络落下。你们看看中南半岛的格局，老挝早就有了中国修建的中老铁路，从昆明直通老挝首都万象，2021年通车。泰国在推进中泰铁路，柬埔寨在接洽，缅甸有计划。马来西亚之前虽然叫停过东海岸铁路，后来又重启了。唯独越南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迟迟没有跑起来。中老铁路通车之后，从昆明到万象只要几小时，如果再往南延伸，接上泰国，连上新加坡，一条从中国到新加坡的铁路大动脉就成型了。这条路线经过哪里？看地图就知道，绕开了越南。越南在这条泛亚铁路的构想里，要么是主轴，要么是旁支，取决于它什么时候接入。时间越晚，话语权越小，经济腹地越不被利用，跟中国的物流整合就越落后。所以
怕被边缘化这几个字，比任何官方外交辞令都更能解释苏联为什么要专程坐10个小时高铁。在中越合作上，每个国家都有算盘，对吧？中国也有自己的算盘，是帮还是不帮呢？现在问题反过来了，中国该不该帮越南建高铁？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，绝大多数人都说绝不能帮越南，绝不能帮，因为有前车之鉴。越南人心里呢又是特别反华的国家，表面看答案可能比较显而易见，那就是帮。如果两国的铁路连通，会带来更深的经济整合。越南纳入“一带一路”基础设施网络，泛亚铁路加速成型。还有中国建筑央企有活干，中国高铁技术有落地场景。政治上绑定越南，对冲越南向美国靠拢的风险。但是我也看了网上很多中国网友的声音，大多数人呢都非常的清醒。这股非常清醒的声音，那就是不能随便帮。有以下几个原因：第一，技术扩散风险。中国高铁走到今天是20年的系统性积累，从引进德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法国技术开始，消化吸收，再创新，形成了今天的复兴号体系和全套技术标准。如果真的完整转让给越南，越南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，可能在15年到20年内变成一个区域性高铁出口国，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竞争对手。日本拒绝给中国转让技术，中国今天拒绝转让给越南，这不是讽刺，这是技术霸权的自我保护逻辑。第二个，印度尼西亚的教训。中国帮印尼建亚万高铁，从2015年项目落地，最终2023年通车，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超支、延期、政府换届、条款重谈，项目最终完工。但过程中，中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成本超支。越南项目体量更大，地缘敏感性更高，风险同样不可小觑。第三，中越关系的历史底色。不管今天两国领导人握手多热情，中越之间打过仗，南海之间至今有争议。越南的战略逻辑是竹子外交，就像竹子一样，风来时弯，风停后直。今天和中国走近，不代表未来不会再借美国的力来敲打中国，而中国呢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中国的策略是给一个可以随时刹车的进入程度，先签可行性研究，而不是工程合同，提供贷款方案，而不是直接承建，培训人才，而不是直接派工程师驻场，这叫有条件的接近。通过逐步绑定，让越南越来越难以脱钩，但始终保留谈判的抓手。我们退一步，从更远处看这件事，泛亚铁路网这个概念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来了。核心设想是一条从新加坡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铁路大动脉，全长大约14000公里，串联起东南亚、东亚、南亚、中亚和欧洲。这条线的东南亚段有3个可能的走廊，有西线、中线和东线。西线就是从昆明经缅甸、泰国、马来西亚到新加坡。中线呢是从昆明往南经老挝、泰国到新加坡，这条线目前推进最快。还有东线，从昆明以及从南宁经越南、柬埔寨、泰国到新加坡，这条因为越南的铁路问题一直是短板。东线的缺口关键其实就在越南，越南的铁路如果升级，东线就活了。从中国南宁或昆明，经过越南全境，进入柬埔寨，接上泰国，南下马来西亚到新加坡，整个走廊就形成一个完整闭环。这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不仅仅是铁路生意，而是整个亚欧陆路运输格局的重塑。中越铁路一通，中国的货物不再需要绕到马六甲海峡，进而辐射整个中南半岛。而目前美国操控海上咽喉要道的战略格局下，这条陆地通道的价值显著上升。所以中国帮越南建铁路，帮的不只是越南，也是帮自己。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苏林来北京到底想要什么，拿到了什么？我想大家都会想到，越南想要的当然是以下几点：高铁技术转让，最好是有实际内容的，
然后是优惠贷款，利率要比欧洲、日本还低，然后就是越南南北高铁项目的承建意向。因为目前看来，只有中国有技术、有能力承建这么大的项目。还有呢，政治背书，在美国打压下，需要中国站台。那么越南拿到了什么呢？拿到的是铁路可行性研究协议、人才培养协议，中国将引导企业参与越南铁路建设的表述，还有32份合作协议，涵盖农业、教育、铁路等领域。另外，那就是越南租赁了10架中国的 C909 飞机，但是也没有拿到的。没有拿到的东西有以下几项：越南南北高铁的正式工程合同、实际性技术转让承诺，还有第3项没有拿到的明确的贷款额度或利率条款。这个结果很耐人寻味，因为中国给了一个你有资格继续谈下去的信号，但没有把底牌全部亮出来。用打牌的话说，中国跟越南说了一声看，但没有更没有梭哈。朋友们，我想在结尾的地方提3个问题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值得大家去思考。第一个问题，越南的两面下注还能持续多久？过去我们可以看到，越南一手拉着美国，一手拉着中国，这种竹子外交在大国竞争激化的当下越来越难。美国的关税压力让越南不敢完全倒向北京，而中国的供应链整合又让越南无法轻易脱钩。苏林这趟访问是不是越南竹子开始弯向北京的一个转折点？第二，中国高铁技术的技术溢出是风险还是机遇？从网上民意来看，大部分中国网友都反对转让技术，那么这个技术溢出肯定是风险。当年中国引进高铁技术，日本、德国、加拿大对技术转让极其谨慎。今天中国面对越南，角色换了。如果中国的策略是有控制的转让，能不能既扩大市场，又防住核心技术？这道题，中国自己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答案。第三，泛亚铁路能不能跳过地缘政治，单纯作为基础设施逻辑运行？理论上，铁路联通对所有沿线国家都是双赢，但实际上，铁路轨距、技术标准、债务条款、运营主权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地缘博弈的战场。越南想要铁路，但不想要铁路带来的依附；中国想通过铁路建立影响力，但不想被技术扩散反噬。这个矛盾不是一次苏林访问就能解决的。所以朋友们，苏林坐了12小时中国高铁，从北京到南宁，这12小时里，他看到的不只是速度，还有一个国家如何用钢轨和水泥把自己的意志刻进地里。越南现在站在一个岔路口上，是继续用德国西门子、日本新干线，还是越南国内自己的技术一点一点凑出自己的高铁梦，还是接受中国的整套解决方案，以及连同那套解决方案背后的依附关系？历史告诉我们，铁路从来都不只是交通工具。1883年，法国修建了第一条连通河内到海防的铁路，把越南纳入殖民地经济体系。140年后，历史的问题又回来了，谁修铁路，谁就在讲故事，而故事的续集还没有写完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，欢迎点赞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最终会不会拿下越南南北高铁的建设合同，而理由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